当我停止怀疑自己的能量，宇宙便用回应证明我本身就是力量。那是一个安静却深刻的瞬间，像是长久以来在胸口盘旋的雾突然散去。我终于看见自己原来并不是脆弱的，只是被过去的回声遮住了。我曾反复追问，为什么明明努力了，却总觉得被卡住？为什么我的愿望像停在半空，摸得着渴望，却碰不到实现？那时候我总以为是世界太慢，是机会还没来，是我不够幸运，却很少怀疑，也许是我不相信自己，其实早已准备好了。直到某天，我在一个几乎不抱期待的清晨醒来，空气干净的像刚被洗过，我突然感觉原来没有任何人能替我按下开始这个按钮，除了我自己。我停止质问，停止自责，停止追着那些我以为应该要做到的标准。我第一次单纯地对宇宙说，如果我真的拥有力量，那请让我看见。而宇宙向来不会大喊大叫，它只是悄悄地把答案放在你正好准备好的时刻。那天开始，我收到一些看似微小却像暗号一般的事情。有人突然给我一句刚好需要的安慰，一个以为失败的计划忽然有了转折，一个我长久在意却没有回应的问题开始松动，不再像石头般堵住我的心。我原本以为这些只是巧合，可巧合一次，可以两次，也可以。可当它们连续发生，像是一条光亮的路在脚下自动展开，我知道这已经不是巧合，而是回答。我忽然明白，宇宙不会因为你害怕就替你缩小道路，也不会因为你怀疑就否定你的愿景。它只是等着你什么时候愿意相信，你什么时候愿意把心里的门真正打开，你什么时候愿意承认你根本没有那么弱，你只是还没看见自己。当我停止怀疑自己的能量，那些我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东西开始靠近，像是被召唤，像是被唤醒，像是本来就在我生命里，只是我还没准备好接住。我越来越清楚，原来真正的力量不是外面的人给的肯定，不是结果是否顺利，而是我终于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不再退缩，不再怀疑，不再用恐惧和别人的声音定义我能不能。我开始用更温柔的方式对待自己，给自己时间，给自己空间，给自己错误，也给自己重新站起来的机会。我不再觉得耐心是一种浪费，而是一种深深的相信，相信我值得等待，值得拥有，值得被宇宙照顾，值得被所有我渴望的美好接住。而当我真的这样相信时，外在的一切便像被重新排列，那些曾经封住的门逐一打开，那些我以为失去的风景再次映入眼底，那些我不敢想的可能性甚至主动向我靠近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并不是在改变世界，而是在改变我看自己与世界的方式。当我停止怀疑世界，就不再需要用艰难来提醒我，其实我本来就拥有力量。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缺乏的是别人的理解，是资源，是机会，是爱，但其实我们最缺的往往是那个愿意说我相信你的自己。当这句话终于从心里说出来，宇宙会立刻听见，会立刻回应，会立刻动起来。而我也终于明白，原来宇宙一直在等的不是一个更好的时机，而是一个更相信自己的我。当我不再怀疑自己的能量，我便不再需要寻找力量，因为力量原本就在我体内流动，在我呼吸里，在我选择里，在我每一次勇敢前进的脚步里，它从未离开。宇宙只是用回应让我看见我本身就是力量，而我现在终于愿意承认这件事，也终于准备好去活成那道能量应有的样子。当我愿意让每一个怀疑被看见，他们终于不再需要用痛提醒我，那是一种比勇敢更深的动作，像是在灵魂最暗的角落点起一盏灯，不是为了责备，不是为了对抗，而是终于愿意承认那些让我不安，让我退缩，让我夜里翻身的声音，其实一直渴望被理解。我花了太久的时间逃避他们，我把怀疑藏在微笑后面，把害怕塞进忙碌的缝隙，把不安压在看似坚强的姿态里，以为只要装作没事，这些声音就会消失。可是他们不会，他们只是换一种方式求救，无声时变得尖锐，被忽略时变得疼痛，仿佛一定要让我停下来，好好听听他们想说什么。
直到某一天，我在一个安静的夜里突然累了，累的不只是身体，还有那种一直对抗自己的疲惫。我第一次没有把怀疑推开，而是让它坐在我心里，让它说，让它颤抖，让它被看见。我没有催促它安静，也没有要求它快点消失，我只是陪着它，像陪着一个长久受到误解的小孩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一种温柔的松动，像是心里的结悄悄解开。当我不再把怀疑当成敌人，他也不再把痛当成语言，我才明白那些我以为在阻碍我的力量，其实是保护，是提醒，是深处最原始的本能在告诉我，我害怕失去，我害怕不够，我害怕被拒绝，请你别丢下我。原来怀疑不是来毁掉我，而是来让我更靠近我自己。当我愿意让每一个怀疑被看见，我的心开始变得柔软，不是软弱，而是能容纳更多的自己。我开始明白，成长不是变得强硬，而是能在脆弱时依然选择前进，能在害怕时依然选择相信，能在混乱时依然选择看见那一丝光。而当我不再压抑那些痛，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，他们不再需要用刺痛提醒我注意，不再需要用崩溃逼我停下，不再需要用反复的低潮向我喊话，他们慢慢变得轻，变得柔，像是从巨浪化作了潮汐，依然会起伏，但已经不再吞没我。我开始学会在心动时点亮自己，在害怕时抱住自己，在犹豫时和自己对话。那些本来想把我从道路上拉开的怀疑，如今反而成了我最诚实的指南。他们告诉我哪里需要更多力量，哪里需要更多温柔，哪里需要更多耐心，哪里需要更多爱。我也终于懂了，原来宇宙一直没有要我当一个完美的人，它只是希望我当一个完整的人，一个愿意承认自己会害怕、会退缩、会不安，却依然愿意往前走的人。当我愿意让每一个怀疑被看见，宇宙便不再需要透过痛来提醒我，因为我已经听见了，我已经理解了，我已经愿意以温柔的方式带着他们一起成长。那些曾经把我困住的恐惧，慢慢地竟变成了我力量的一部分，不是被消灭，而是被拥抱。现在的我能在怀疑里找到方向，能在痛里找到答案，能在迷雾里找到光，因为我知道每一个曾让我害怕的情绪，其实都只是在问我一句话：你愿意看见我吗？而当我终于回答我愿意，世界也跟着松开了，那些曾经一再撞击我的痛，像是完成了使命，悄悄退场，让位给更清晰的直觉、更平静的心以及更完整的我。当我愿意让每一个怀疑被看见，他们终于不再需要用痛提醒我，因为我已经学会用爱亲自回应每一个曾经颤抖的自己。当我开始接住那些反复冒出的不安，他们不再吞噬我，而开始提醒我该温柔一点。这句话像是在某一个深夜里突然落在我心上的，不是被谁告诉，而是好像从灵魂深处自己浮起来的，像是一个终于愿意被听见的真相。我曾经花了好多时间对抗不安，把它当成敌人，当成我无法前进的原因，当成一种会毁掉我、拖住我、逼得我喘不过气的力量。不安一出现，我就急着把它关掉、压下去、推走，假装我已经足够坚强、足够成熟、足够能控制一切。可每次我这么做，不安就变得更带像一个被拒之门外的小孩，越被赶走越要哭得更大声。我常常以为自己快被这些情绪吞掉，它们像潮水一波接着一波。我站在岸边，以为自己撑着就能够平静，却忘了潮水不是要淹没我，而是要我学会靠近它。直到某个日子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那种大哭的累，而是一种静静的疲倦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也许不安之所以反复来到，不是因为我不够好，也不是因为世界对我太难，而是因为有些地方我太久没有照顾，太久没有停下来听听心里真正的声音。于是那一天，我决定不再逃，我让不安坐在我身旁，任它在胸口发着颤，任它在思绪里绕啊绕，我什么都不做，我只是陪着它，好像终于愿意把手放在那个一直哭泣的影子肩上。那一刻，我才第一次听见它真正的语言。他没有指责我，没有否定我，没有说我不行，他只是用很小的声音说：你是不是太久没有休息了？你是不是太怕失败了？你是不是又把所有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扛了？你是不是忘了你其实可以慢一点，也可以软一点，也可以被爱一点？
原来不安一直都不是怪物，它只是提醒我已经把自己逼太紧，提醒我正在忽略某些需要照亮的角落，提醒我把力量与期待背得太沉，提醒我该停下来，该深呼吸，该补足心里正流失的温度。当我开始接住它，不再以我要赶走你的姿态面对它，而是以我愿意听听你在说什么的温柔靠近它，它的形状就改变了，它不再像黑洞，不再把我吸进无尽的自我怀疑，不再让我感觉自己快失控，它变得像一盏微弱却真诚的小灯，照向那些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的地方。我发现原来不安并不是来阻止我，而是来引导我，它让我知道哪里需要更多耐心，哪里需要更多自我肯定，哪里需要更多勇敢，哪里需要更多温柔。我越愿意接住它，它的力量就越不像风暴，越像方向，它甚至开始成为我与自己对话的入口，像是灵魂点亮的一个提醒，提醒我别再那么急着成为谁，别再那么用力的证明什么，提醒我成长不是把情绪压到地底，而是学会带着他们走，跟他们一起呼吸，一起变得更完整。我慢慢明白，那些反复冒出的不安其实是灵魂智慧的一部分，它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什么时候失衡，什么时候累了，什么时候自我要求太高，什么时候开始忽略自己。它在我心里点亮警示灯，不是为了让我害怕，而是为了让我回到自己身上。当我开始接住他们，我不再被情绪吞没，反而开始在他们之间看见空隙，看见呼吸，看见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清晰。我甚至开始感谢这些不安，因为他们让我看见我值得被温柔以待，我值得放慢，值得休息，值得在混乱中拥抱自己，而不是责怪自己。现在的我不再急着把不安打发，不再把他们当成错误，不再因为他们的出现就怀疑自己的价值。我学会伸出手，让他们落在掌心，让他们以自己的速度平静，让他们在被看见之后慢慢缩小，像潮水退回大海，不再威胁，只剩流动。当我开始接住那些反复冒出的不安，他们真的不再吞噬我，他们像是从敌人变成了引路者，轻轻提醒我这一段路我可以再温柔一点，温柔对世界，更温柔对自己。而我也终于明白，原来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强逼自己没有情绪，而是有勇气承认我会不安，但我不再害怕它，因为我已经学会接住自己。当我愿意在不安里陪伴自己，混乱也不再那么可怕。这句话像是某一天在我胸口悄悄浮现的，不是谁教我，也不是哪一本书提醒我，而是经过无数次在黑暗里跌跌撞撞之后，我的灵魂终于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我，原来混乱从来不是来打败我的。过去的我害怕不安，害怕混乱，害怕那些突然窜出的念头与情绪，像是无预警的巨浪把我从熟悉的世界卷走，我好像随时都要被吞没，只要一感觉到心里开始晃动，我就急着找出口，急着逃，急着把情绪压到最深的地方，以为只要看不见它们就会乖乖消失。可他们不会，他们会变成夜里突然跳动的心，会变成胸口说不出口的闷痛，会变成我不敢靠近的那片阴影，甚至会在我以为一切都好起来时再度反扑。我花了很久才知道，原来不安之所以成为风暴，不是因为它真的那么可怕，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陪着它。我把它丢在黑暗里，却怪它哭得太大声；我推开它，却怪它不停追着我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累了，累得不想再逃，累得不想再假装，累得只想好好坐下来，让所有感觉像潮水一样无需压抑地向我涌来。那一刻的安静让我第一次真正听见自己的心跳，那不是慌乱，不是失控，而是一种像在说你终于愿意听我了的轻声呼唤。于是我做了一件以前不敢做的事，我没有把不安推出门外，我伸手邀他坐下，像对待一个太久没有被看见的孩子。我说没关系，你可以待在这里，你可以说，你可以哭，你可以乱，我不会离开。就在那个瞬间，我感觉到混乱里有了一个空隙，像风从紧闭的窗里透进来，不安不再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困住，它变得柔软，变得可触摸，变得有温度。我才明白，真正让我害怕的从不是不安本身，而是我以为自己必须孤身面对它。
当我愿意陪着自己不安，就不再需要用极端的方式吸引我的注意混乱，也不再翻涌的撕心裂肺，因为他们终于知道我在，我愿意听，我愿意感受，我愿意一起承担。原来陪伴自己是一种比坚强更深的力量。我开始练习在混乱里对自己说慢一点，没关系，你不需要立刻找到答案，你不需要在别人看起来稳定的时候就逼自己站得笔直，你可以坐下，你可以喘息，你可以害怕，但你不会被丢下。慢慢的混乱不再像野兽撕咬我，它更像一场浓雾，虽然看不清前方，但我知道只要愿意握住自己的手，一步一步走，雾中会散，路中会出现。而在每一次陪伴自己的练习里，我开始发现新的自己，那个比我以为的更稳定、更柔软，也更愿意相信宇宙的安排的自己。我不再急着变得完美，不再急着控制每个细节，不再害怕未知，因为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不会再把自己丢在情绪里孤立无援。我成为自己的依靠，自己的避风港，自己的光。当我愿意在不安里陪伴自己，世界的声音就不再那么嘈杂混乱，也不再那么尖锐。我开始在那些凌乱的思绪里听见真正的需求，在那些不安的跳动里看见最真实的渴望。原来混乱不是要我害怕，而是要我靠近那些我曾忽略的部分，靠近那些渴望被拥抱的碎片，靠近那个内心深处愿意相信爱，也愿意被爱的自己。而当我终于做到，我发现混乱真的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从未给自己一次被安放、被理解、被陪伴的机会。现在的我在每一次风起时，都会先握住自己的手，先让心有一个位置坐下，先让情绪有一个地方流动，然后我会说别怕，我在，我们一起走。当我愿意在不安里陪伴自己，混乱就变成了一种讯息，一种提醒，一种温柔的引导。它不再掀翻我，而是带着我走向更深的平静，更稳的力量，更完整的爱，也走向一个我终于不再离开自己的世界。当我愿意承认那些微弱的声音都是灵魂的讯号，我才不必再压抑。这句话是在某一个静得出奇的午后落在我心里的，像是一束微光穿过厚厚的迷雾，没有声响，却在我胸口轻轻碰了一下，把我长久以来忽略的什么唤醒了。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不去听那些微弱的声音，那些突然冒出的直觉，那些像轻敲玻璃般的提醒，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感觉。我总以为他们只是情绪，只是敏感，只是多想，于是我把他们推走，压下去，贴上不要造成麻烦的标签，以为沉默就能换到安全，压抑就能换到顺利。可是在那些被忽略的角落里，灵魂其实一直在轻声说话，只是我太忙、太害怕、太习惯否定自己，听不见或假装听不见。我硬着头皮往前走，硬着心忽略不舒服，硬着意志逼自己撑住，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心里那个被压到几乎没声音的自己开始疼，不是伤口流血的那种疼，是一种被遗弃太久终于无法再被忽略的痛，像是灵魂在用最后的力气提醒我，我一直在这里，你怎么还不愿意听我？那一刻我突然沉默的像世界离开了我，只剩心里那个微弱的呼吸，仍努力存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这样掉下来，不是因为难过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一种久违的被自己理解的感觉，像是一个被遗忘很久的孩子终于被看见。我开始学着不逃，让那些微弱的声音浮上来，有时它们像轻叹，有时像细微的碎光，有时像一句我不敢说出口的真话。它们都没有命令我做什么，也没有责备我为什么不听，它们只是在告诉我，这里好像有点不对，那里好像有点太累，你是不是又忽略了你的心？当我第一次真诚地承认原来那些声音就是灵魂的讯号，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，不是外界给的，而是从内在深处慢慢涌出来的，像河水终于找到出口，不再需要在黑暗的地底反复撞击。我才懂，原来压抑并不能让我更强，反而让我与自己越走越远，而承认才是回到自己的开始。当我承认我正在受伤，我正在害怕，我正在犹豫，我正在渴望被理解，那些被压住的感受就像被松开的结，慢慢散，慢慢软，慢慢安静。我发现每一次压抑都是灵魂被推开，每一次倾听都是灵魂被拥抱。
那些微弱的声音其实从来没有要阻止我，他们只是希望我不要丢下自己，希望我在拼命追赶世界的时候，也能记得回头看看心还跟得上吗？当我愿意承认那些声音，我开始找回身体的感觉，新的方向，灵魂的节奏。我不再需要假装铠甲，也不再需要把所有的脆弱藏在夜里。我可以在白天就说我累了，我想休息，这样不太对，我需要一点空间。这个选择让我不舒服。我越是承认，越觉得原来自己并不脆弱，反而比想象中更清醒、更敏锐、更诚实。那些微弱的声音竟然变成指引，像一盏盏在迷雾里亮起的小灯，照出我真正想走的路。我明白了，原来灵魂最害怕的不是混乱，不是痛，而是被我拒绝，被我误会，被我沉默对待。而当我愿意听，愿意承认，愿意让那些讯号存在，我就不必再压抑，不必再装作没事，不必再把力量花在对抗自己。我只需要慢慢靠近那些微弱的声音，慢慢让他们说话，慢慢让他们引导我走向更柔软也更真实的方向。现在的我不再害怕那些微弱的讯号，因为我知道那是灵魂在守护我，提醒我带着爱走，带着觉察走，带着自己的心走。当我愿意承认那些微弱的声音都是灵魂的讯号，我终于能安心地把压抑放下，而那一刻开始，我真正自由了。当我停止逃离那些让我不安的部分，它们反而变成引我向前的力量。这句话在我一次又一次跌倒之后，在心底慢慢浮起，不是大喊大叫的那种觉悟，而是一种静静的，像潮水一样的清晰，让我明白原来我逃得越远，那些不安就追得越紧。我曾经以为只要把不安藏起来，把恐惧盖住，把动摇压下去，我就能更快往前走。我逼着自己硬着头皮当成一个永远能承受永远不会崩塌的角色，但事实是那些我努力忽略的部分，它们不会消失，它们只是变成影子，在每一次重要时刻忽然跳出来拉住我，让我想退，让我怀疑，让我在半路上突然停下脚步。那时的我以为这是弱点，是阻碍，是拖着我不让我往前走的重量。我越是讨厌他们，他们就越是壮大，像是被否认的痛，越不被理解，越要用更激烈的方式让我发现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累得不想再与自己拔河，累得不想再假装那些部分不存在。于是我坐下来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我第一次没有赶走不安，没有责怪恐惧，没有否定脆弱，我只是让他们靠近，让他们在我心里站一站，让他们在光底下显露真实的样子。就在那个小小的瞬间，我发现一件从未注意过的事情。他们竟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。不安不是怪物，恐惧不是敌人，脆弱也不是破口，他们只是我生命里一些还没被安放的声音，一些还来不及被照亮的地方，一些渴望我停下脚步注意他们的需求。当我停止逃离，我才第一次听清楚他们真正想说的话。你是不是太久没有照顾自己？你是不是又在扛超出能承受的重量？你是不是害怕失败到忘了自己其实有能力？你是不是只是需要一点点爱？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原来不安的真正目的不是阻止我前进，而是提醒我哪里需要力量，哪里需要疗愈，哪里需要重新调整，哪里需要更深的理解。不安并不是要让我停下，而是要让我看清楚自己正走向哪里。当我愿意听，愿意承认他们存在，愿意在心里留一个位置给他们，他们的形状就变了，不再像石头那样压着我，不再像墙一样阻挡我，他们反而像指南针，轻轻指向我真正需要走的方向。我开始发现，每一次不安都藏着推动我前进的力量。不安让我更敏锐，让我更懂得照顾自己，让我更能看见自己真正渴望的，让我不再逞强，也不再盲目。我越不逃，越能分辨哪些是我该放下的，哪些是我该追寻的，哪些是我该对自己说的真话。而有些力量只有在我愿意直视不安时才会出现，那不是硬逼出来的墙，而是一种从内部慢慢生长的稳定，像根深埋土里的树，看不见扩张的样子，却在暗处持续撑着我。
我才知道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没有不安，而是愿意在不安里依然靠近自己。现在的我不再急着逃，不再害怕那些让我感到颤动的地方，因为我明白每一次心里的动摇都是灵魂在提醒我，这里有东西需要你看见。而每一次我愿意看见那股曾经让我害怕的力量，就会变得不同，它会变得柔软，变得温暖，变得稳重，甚至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推我一把，让我走向更清晰、更自由的方向。当我停止逃离那些让我不安的部分，他们真的不再是敌人，他们成了引路者，成了讯号，成了力量，提醒我生命不是要我装作无懈可击，而是要我学会与自己的全部共处。而当我能做到这件事，我就能在不安里找到勇气，在恐惧里找到指引，在混乱里找到前进的路。那些我曾想逃离的部分，如今带着光推着我，陪着我，一步一步带我走向更完整的自己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